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前面兜兜说可以留言告诉我想要看什么内容。兜兜看到有小伙伴想看海神岛的所有考核，所以今天这期兜兜就讲一下唐三在海神岛的海神9考。因为当时是史莱克7怪加上白沉香一起去的海神岛，接受的考验也是大家一起完成的，只是每个人考验的多和少、难和易的区别。所以这一期也不光是讲唐三一个人，而是讲所有人，毕竟他们的考核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兜兜就进入正文啦。下面这一段是交代前情提要以及海神岛的背景规则。如果大家想直接看海神9考，可以跳到我视频上写的时间开始看。当然，如果不了解海神岛以及背景规则的话，这一段还是有必要要看的。在武魂殿发起猎魂行动，想要一步步一统大陆的时候，所有人都清楚未来的仗很难打。为了让自己和队伍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史莱克7怪踏上了去魔鬼岛进修的漫漫路。魔鬼岛是武魂殿对海神岛的称呼。曾经武魂殿派了2000名魂师想要去收编海神岛，但大部分人却有去无回，折损了2名封号斗罗之后，从那里活着出来的人不足100人。海神岛的魂师自称为大海的孩子，又称之为海魂师，他们拥有的武魂大多与水生动物有关。在那里，哪怕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海魂师，也可以在大海中毁灭封号斗罗级别的陆地魂师。在出发之前，大师就告诉了唐三，海神岛上有一位99级的绝世斗罗，也告诉了唐三，海神岛的海魂师并不嗜杀，但外人去海神岛需要通过他们的考验，并且在成为海魂师之后不能离开海神岛。临走之际，雪夜大帝召唤唐三，封他为太子太师、异姓王爵、蓝皓王，并将天斗帝国的镇国之宝瀚海乾坤罩赠送给唐三。瀚海乾坤罩作为唐三、蓝皓王的象征，其实就连雪夜大帝也并不知道它真正的作用，只以为这是一件有非常多妙用的镇国之宝魂导器。但瀚海乾坤罩对唐三以及后续剧情的作用真的超级溜，可以说冥冥之中作者都已经安排好了。危险往往伴随着机遇，想要更快的提升自身实力，就必须要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在斗罗大陆局势微妙之际，他们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一起去进修的分别是唐三、为复活灵魂的小舞、宁荣荣、奥斯卡、戴沐白、朱竹清、马红俊，以及唐三的远房亲戚兼胖子的迷恋对象白沉香。虽然小舞灵魂未复活，但他也是接受了考核的。唐三一行8人在大海上历经千辛万苦，差一点就被深海魔晶王团灭之后，终于来到了海神岛。在海神岛上，每一个海魂师都要经过海神的考验，考验难度越高，在海神岛的地位越高，而他们的等级则按照海魂师的衣服颜色区分，从低到高分别是白级考核、黄级考核、紫级考核、黑级考核，以及红色的顶级考核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专属唐三的金色考核。海神会根据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考核，考验越大难度越大，通过后获得的权威也越高。每项考验都有时间限制，如果超时或者试图逃避，参考者就会被海神封印抹杀。海神的考验难度和修为没有绝对的关系，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十分困难。当然，这种考验对上主角团队是绝对不会简单的，更何况陆地魂师想要通过考验是比海魂师还要难的。海神岛上有7圣柱，海神赐予他们神力，并通过7圣柱传播神的旨意。外来魂师可以在任何一座圣柱进行考验，进而得到海神的考验题目。唐三一行8人来到海马圣柱这里进行考验，最后的结果按照进行考验的先后次序依次是：戴沐白黑级6考，朱竹清黑级5考，奥斯卡黑级6考，宁荣荣顶级7考，白沉香黄级1考。因为沉香的考核是亲吻胖子一炷香，所以他当场便完成了考核，奖励是魂力提升了1级。马红俊黑级6考，小舞顶级1考，唐三海神9考。小舞的考核虽然只有1考，但这一考却需要跟随在唐三身边完成9考，所以后面如果兜兜某一考或者几考中没有讲到小舞的话，千万莫慌。海神斗罗波塞西等待了100多年才等到唐三，面对向他鞠躬行礼的唐三，波塞西告诉他，在海神岛包括他本人在内，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接受唐三的礼数。虽然这时候唐三并不知道海神9考将为他带来什么，但波塞西的态度已经决定了唐三未来在海神岛的地位。他告诉唐三，永远不要有考核会失败的念头，因为唐三的考核关系到海神岛的存亡，到时候后果绝不只是死亡那么简单。唐三8人在海神岛住了下来，也开始了他们的考验。他们7人第一考的内容是
穿越海神之光，但每个人的难易程度不同。他们需要前往海神岛的禁地，那里是供奉海神的海神殿，是海神岛的岛中之岛，真正的海神岛。海神殿外一共是1001级台阶，他们的考核就是要顶着海神之光的压力登上自己考核中的台阶数，时限1年，中途可以退出。其中戴沐白等人需要登上108级台阶，宁荣荣136级台阶，而唐三则需要登上333级台阶。这个考核的难点在于他们在登台阶的时候不可以使用任何技能，不过护体和增幅的技能还是可以用的。但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下，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戴沐白使出全部的魂力，也只到了37级台阶。要知道他可以说是史莱克7怪中除了唐三以外最强的，他的情况都如此，其他几人更是不如他，当然被2大仙草改善体质的小舞除外。而唐三在自己的3块魂骨和2大领域的帮助下，到达55级台阶以后也无法再往前走。虽然这个考核看似很难，但却不是无法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只要唐三想，他立马就可以帮助其他小伙伴过关。但唐三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压力是修炼最好的催化剂，而且唐三也比较担忧，假如第一次考核就作弊，下一次考核的难度肯定会升级，甚至可能会要命。而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下修炼，会让他们修炼的速度事半功倍。所以唐三让小伙伴们都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下进行修炼，将时间拖延到最后1天，也将海神之光带来的好处最大化。史莱克7怪包括白沉香8人就这样开始在海神之光的压力之下修炼。在此之前，胖子因为突破了60级，获得了神赐魂环。这里兜兜要说一下神赐魂环，只要接受了海神赐予的黑级以上的考核者，第一次达到瓶颈都可以拥有一次神赐魂环的机会。3个月后，唐三突破了70级的瓶颈，获得了神赐魂环。因为小舞的献祭，所以他的第6魂环便是10万年魂环。而对于魂师来说，最重要的飞跃点是第7魂环。第7魂环的品质决定着天赋领域的威能大小。这个10万年魂环，唐三可以说是用命搏来的，除了靠着他强大的意志力，剩下的就是无处不在的主角光环。而这个魂环给唐三带来的好处真的是一大堆，篇幅原因兜兜就不细讲了。史莱克7怪卡着考核时间的最后1天通关，在唐三的帮助下，所有的小伙伴都通过了考核。而唐三因为在帮助他们，尤其是宁荣荣的时候，耗费太多魂力。虽然他帮完宁荣荣，立马就修炼，让自己达到了最佳的状态，但在最后10级台阶的时候，他的身体差到了极点。最后是小舞灵魂进入身体后，使用自己的8段摔将唐三摔了上去。虽然在最后关头发生意外，小舞准备再次牺牲自己，让唐三完成考核，但在最后唐三使出了杀神领域，并爆发出巨大的潜力，完成了考核。最终通过第1关考核的戴沐白等人，魂力全部上升1级。不同的是，宁荣荣比他们多一个奖励，全部魂环技能威力提升500年，而唐三的奖励则是海神亲和力增加5%。小舞的奖励则只有一句话：奖励叠加。在通过第1关考核之后，宁荣荣和朱竹清都突破了70级的瓶颈，获得了1枚神赐魂环。他们的第2考内容是突破环形封锁，在不杀死任何一只海魂兽的前提下，突破环形海上的封锁，抵达对岸。7人的考核内容一样，不同的是，唐三多了一个不得使用任何魂技技能的限制。在这之后，奥斯卡也到了70级，获得了1枚神赐魂环。第2考核的主考核官是10万年的魔魂大白鲨小白，他们这一关主要难在从10万年魂兽手下突破封锁，抵达对岸。如果是在唐三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这个考核其实并不是特别难，但难就难在唐三的限制以及对宁荣荣新获得的第7魂技的限制。不过这一关只要突破封锁就好，并不需要打败小白，而小白的任务则是阻拦他们，并不是对他们下死手。这样一来，这一关对他们增强实战能力的好处非常大。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他们最好的陪练就是这只10万年魂兽。其实从这里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考核虽然难，但同时也是提供给他们最好的修炼方式。第1考锻炼他们的魂力，第2考则是锻炼他们的实战能力。在这段和小白锻炼实战的时间内，胖子也突破了70级的瓶颈。他的第7魂环是唐三给他的10手烈阳蛇内丹。自此，史莱克7怪除了小舞魂力不详之外，全员突破成为魂圣。
最后，他们凭借着集体的力量，发挥出了更强的实力，完成了考核。这一关的奖励和之前的一样，每人魂力提升1级，宁荣荣额外全魂环增加500年修为，唐三海神亲和力5%，总共10%。他们的第3考内容是潮汐炼体。潮汐炼体的地点是一个叫怒浪绝境的山谷，是海神岛的奇景之一。这里不断的被海浪冲击，导致岩石被挤压，最终形成了一个凹入海神岛的山谷。波塞西将他们带到这里，并造出7根巨大的深海沉银所铸成的柱子。黑级5考每天要在柱子上接受海浪冲击3个时辰，6考4个时辰，7考5个时辰，而海神9考则是12个时辰。他们需要进行考核的时间是1年365天。这一关看似简单，实则也不好过。对他们来说，一波海浪的冲击并不是很强，但他们面临的是永不停息的冲击。短短1刻钟，这需要承受数百次的冲击。再加上这一关中所有辅助型的魂技全部失效，他们的身体就像是被铸造的金属，无穷无尽的海浪不断的锤炼着他们的身体。哪怕是唐三那么变态的体质，第一次也只坚持了3个多小时。认真说起来，这一关比前2关还要痛苦。每天经受着海浪的冲击，这一关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但这一关对他们的好处也是肉眼可见的。他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韧，而且肉体的力量呈几何倍数的增强，皮肤自动泄力。这一关也让唐三的紫极魔瞳修炼到了最高境界浩瀚，甚至带动了他的头部魂骨强制进化，让他的精神力上升到了和波塞西一样的层次。唐三的紫极魔瞳让他超出了考核预期，提前结束第3考。海神亲和力提升15%，总共25%。他们的第4考可以说就是给急需第8魂环的唐三送魂环和魂骨，那就是杀金之战。杀金指的是魔魂大白鲨和邪魔虎鲸，戴沐白等人是协助魔魂大白鲨群至少斩杀不同数量以上的邪魔虎鲸，宁荣荣的考核则是要保证魔魂大白鲨首领小白不死。唐三的考核则是需要协助魔魂大白鲨群斩杀邪魔虎鲸群中的邪魔虎鲸王。这一考核不仅仅是给唐三送魂环和魂骨，也是为了肃清海洋的环境。因为邪魔虎鲸群是一种十分嗜杀的群居海魂兽，它们处于海洋的食物链顶级，总数量达到300头左右，首领是一只10万年的邪魔虎鲸王。唐三一行人休整了一段时间，就找到了小白和他的族人，随后便开始了第4考的内容，猎杀邪魔虎鲸群。唐三带着小白，利用可以隐身的瀚海乾坤罩对邪魔虎鲸群进行偷袭。他将从冰火两仪眼中的炽热阳泉水放入弩箭中，射向邪魔虎鲸。炽热阳泉是天下至阳之物，海魂兽大多是水属性，属阴。被射中的邪魔虎鲸并没有立刻死掉，而是狂性大发，疯狂攻击身边的其他虎鲸。在唐三的偷袭下，邪魔虎鲸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且因为未知的恐惧，让邪魔虎鲸群陷入了慌乱中。最终在史莱克七怪以及魔魂大白鲨群的攻击下，完美的完成了第4考。但也因为唐三将其他人的难度降低，他们的奖励提升魂力1级。唐三因为单独击杀超过50头邪魔虎鲸，以及杀死了邪魔虎鲸王，超额完成第4考，奖励海神亲和力10%，总共35%的海神亲和力。这一考核还让唐三获得了自己的第3个10万年魂环，以及第4块魂骨邪魔左腿骨。白沉香也获得了自己的第5魂环。他们的第4考内容是考验集体的力量，而第5考的内容则是考验个体实力。唐三的第5考是在3天之内挑战全部7个圣柱守护者，击败这7名封号斗罗才算完成挑战。戴沐白、朱竹清、奥斯卡以及胖子4人的考核内容是击败1名封号斗罗，而宁荣荣的第4考则是帮助他们4人通过考核。这一考的难度主要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海斗罗，7圣柱所在位置的内海是最适合他们7人战斗的地方，更何况唐三的考核是7天之内打败7个封号斗罗。其他几个小伙伴中，不算戴沐白和胖子这2个强攻系，以及朱竹清这个敏攻系，光说奥斯卡这一关其实是非常难通过的。7圣柱守护者分别是海马、海魔鬼、海之矛、海之幻、海魔女、海星以及海龙，其中最强的是海龙斗罗，实力在95级左右。戴沐白的考核官是海之矛、海矛斗罗，朱竹清的考核官是海魔女、海女斗罗，奥斯卡的考核官是海马斗罗，马红俊的考核官是海魔鬼、海鬼斗罗。海星、海幻是7圣柱最弱的封号斗罗，海马斗罗略强他们一些，海女斗罗、海鬼斗罗和海矛斗罗实力依次增强。
为了能让所有人通过这一关的考核，唐三想要在自己挑战他们之后，再让戴沐白等人挑战，但戴沐白等人却认为唐三需要保留好实力，去面对最强的海龙斗罗，所以除了奥斯卡需要唐三的帮助，其他几人都拒绝了唐三。因为篇幅太长，所以兜兜分成了上下2个视频。关于海神9考上，兜兜就先讲到这里了。大家想知道唐三是如何一人打败7斗罗的，可以点击关注兜兜。下期兜兜就为大家带来剩下所有海神9考的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